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你个留过产的，也配嫁进霍家？你们陆家的融资不想要了是吧？姐姐，你怎么能骗爸妈和思昂哥哥呢？这些年你在外面自甘堕落，现在还要拉着陆家给你陪葬吗？我没有，这份报告不是我的。像你这么脏的女人，不配做我的太太。我宣布2家婚约取消，你们陆家等死吧！不要啊，思昂哥哥！爸妈，姐姐犯的错不应该连累陆家，我愿意代替她嫁到霍家，就当替姐姐赎罪了。听说3年前陆家才找回这个真千金，在外面混了这么些年，指不定干了多少脏事儿了。你们陆家分明是想拿一个破鞋换融资，今天要么让他滚，换婉婉嫁给我，要么你们陆家明天就破产，你们自己选。爸妈，先让姐姐出去避避吧，等思昂哥哥消了气，我还能劝他继续融资，不然咱们陆氏真就完了。陆之义，你太让我们失望了，我们陆家没你这样的女儿。爸妈，你们也不信我，只需重新检查就能。还嫌脸丢的不够吗？滚！3年前，他们接我回陆家的时候，爸妈说过会好好补偿我。可每次陆婉婉陷害栽赃我，他们都选择相信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次也无例外。行，从今天起，我跟你们陆家再无关系。这场婚礼我不要，送你。他是退伍军人，教了我20几年功夫拳脚。出拳要稳，腰马合一。学功夫不是让你惹事儿，是让你能护住自己。之意，小老头。之意，既然你已经能保护自己了，就回到你亲生父母那里吧。去了那里不要打架，不要惹事。不要，我才不会去。你怎么这么犟？去试试当个有家的孩子，他们会爱你。妈妈，我想吃这个，你帮我夹嘛。小老头儿，你临死前希望我跟他们回去好好过，我试过了，也失败了。3年换来的结果，就是被他们毫不留情的扫地出门。也好，不用再装乖乖女，学那些没用的规矩了。急聘后妈，包吃住，月薪5万。有意思，抗压可能会受伤，这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应聘，进来吧。提前跟你说清楚，我家小少爷性子内向敏感，不爱跟生人接触，想要留下来，必须真正让他接纳你、信任你。前面几10个来应聘的都没撑过3天，我们先生说了，能撑过3天的才有资格见他，签长期协议。回陆家前的20多年，我吃过的苦，哪件不比带孩子难？阿姨好，这是我准备的礼物。想吓我？哇，小家伙白白嫩嫩，你把他们照顾得真好，这份礼物我特别喜欢，谢谢你啊。你一点都不觉得害怕吗？我从小在乡下长大，经常接触这类温顺小生灵，一点都不会害怕。这是你送给我的第1份礼物，我珍惜还来不及呢。我们去找饲养盒一起照顾它们好不好？这种蜗牛蜕皮的时候很脆弱，我可以教你怎么细心照料。谁要和你一起养？小动物饲养房间在2楼，你跟我过来。你叫顾野对不对？这些都是你用心养的小家伙吗？平时管家会帮忙照料，只有他们会安安静静陪着我。顾野，我叫陆之意，
从今天开始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谁需要别人陪？我是男子汉，不需要。谁让你进来的？你出去！明明特别害怕打雷，还要装作坚强，硬生生把自己憋得发脾气。我害怕打雷，求求你，今晚让我跟你睡好不好？真拿你没办法。既然你害怕的话，那就睡这儿吧，只准今晚。谢谢你啊，姑爷。我怕的睡不着，不如你给我讲故事听好不好？这么大了还要别人讲故事，不知羞。从前有只胆小的小兔子，打雷时总会害怕躲起来，但它很。小少爷从来不让外人进他的房间，更别说同床休息。您竟然和他一起睡了？他昨晚害怕打雷，哭得不敢睡觉，所以本少爷好心允许他一起睡了。神了！我这就去给先生汇报这件事。我自己来。还有，你别以为这样我就彻底接受你了。你和那些靠近我们家的人一样，都是冲着我爸爸的钱来的。我来当然是为了赚钱，不然呢？你就是新来的陪护，叫什么名字？顾先生，我叫陆之意。管家说我儿子对你接受度很高，只要他能彻底接纳你，我们就按协议走流程领证，后续薪资翻倍。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好好照顾孩子，恪守本分，收起所有多余的心思。我明白，顾先生。阿姨，这是我亲手给你做的早餐，特意给你准备的，你尝尝看喜不喜欢。专属爱心三明治，营养很足的，阿姨你不会不喜欢吧？味道很不错，就是搭配的有点特别。我小时候在乡下吃过很多山野粗粮果蔬，你这特别的车法多了去了，完全没问题。看来你这小把戏对他不管用。顾爷，我送你去学校啊。陆之意，看来你真的……您就是顾野妈妈吧？她打伤了别的同学，您来一趟办公室吧。小时候我也没少和同学打架，每次小老头被叫去学校，都要弯腰给人家赔礼道歉。这小崽子的脾气果然和我一模一样。算了，大不了学小老头装怂认错道歉就是了。最不济就赔钱，反正他爹有的是钱。就这点擦伤，我晚来1分钟，怕是都要愈合了。顾野妈妈，他不仅打伤同学，还拒绝道歉，你得好好管管他。小孩子之间闹着玩的擦伤，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啥货色教出啥货色，难怪这孩子没教养。我儿子还轮不到你来骂，你儿子要是没错，我儿子绝对不可能动手打他。小胖，你自己说，我儿子为什么打你？我骂他是没妈的野孩子，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说。听见了，是你儿子先骂人的，我儿子替你管教他，你该谢谢他才对。对不起，是我儿子的错，以后保证不骂你了。行了，你也有错，给人家道歉。我有什么错？你有我这个妈妈，他骂你没骂你理他干嘛？都多余动手。对不起，我也不该打你。小野，原来你妈妈这么厉害，会功夫，难怪我打不过你。你和那些女人不一样，你肯接受我这个后妈了？其他女人都害怕我养的小动物，也根本不关心我。每次老师叫家长，他们问都不问就觉得是我的错，只有你不问理由就护着我，谢谢你。那你是接受我啦？先感受妈妈来听听。妈妈，宝宝，真是可爱的乖宝宝。再叫一声妈妈听听。既然小野接受你，
那明天就去领证，按协议来。好的，顾先生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对了，顾先生，领证之后，工资是不是按协议说的3倍？那太好了，我们发财了！我公司有事情要处理，先走了，一会儿林深会来接你。这哪是结婚证啊，这简直是我的长期饭票和摇钱树，这波血赚不亏。之意，6年了，你终于又是我的了。这一次，我绝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。接下来的几个月，除了陪他打水仗，他还要求我每晚陪睡讲故事，要我教他功夫。小少爷和太太真的性格好像，太投缘了。先生，我在顾家这么多年，从来没见过小少爷笑得这样开心过。这个家，终于像个家了。先生，您最近推掉的会议，比过去6年加起来都多，董事会那边可都有意见了。什么会啊？能比他重要？小野，你看这件怎么样？这只恐龙多威风，跟你养的那些小爬虫很配哦。幼稚，我才不穿这么幼稚的衣服。这个颜色还凑合，勉强配得上你。你去试试。好啊。哇，好看吗？哟，好巧啊，姐姐。听说你离开陆家之后，居然堕落到去给别人当保姆了。这礼服确实好看，可你一个保姆能买得起吗？乖宝，你先去找代购阿姨玩一会儿好不好？听话。好吧。反正你之前流产伤了身子，这辈子都生不了了。与其可怜巴巴的伺候别人的孩子，不如来给我们带孩子，正好也让你过过当妈的瘾。本少爷可以给你开2倍工资，当是对你的施舍了。为什么要笑？要不要试试没有磨牙的生活？你干什么？还有你，都要生了，我劝你给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吧。陆婉婉，你真以为你那点下三滥的手段能瞒天过海？你该不会以为我不知道那张所谓的流产体检单是你花钱伪造的吧？哼，有些人一旦错过，那真是谢天谢地。你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啊！陆之野，看你是找死！啊！我的手！陆之野，你疯了！我要报警抓你！再乱废，连你一块做。以前懒得动你，是给我死去的养父面子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再敢来招惹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陆之野，等我查清楚你到底在哪家当保姆，我要让你在地京彻底混不下去。顾总，查清楚了，今天太太和小少爷在商场遇到了霍世昂和陆婉婉，霍世昂出言不逊，甚至动手想打太太，结果被太太当场反拧脱臼了手臂。临走时，霍世昂放狠话，说要查出太太在哪家当保姆，扬言要让太太在地京彻底混不下去。那就让他查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让我的顾太太混不下去。放出消息，下个月小少爷的7岁生日宴，我要在帝京大酒店包场，届时我要当众公开顾太太的身份。霍家和陆家的请柬，记得一定要亲手送到。过去3年，他们让知意受的委屈和羞辱，我要在宴会上一殿前连本带利的清算。我要让他们知道，动我顾夜修的女人什么下场。知意妈妈喝牛奶。谢谢小野。爸爸，书上说不能喝太多咖啡，对身体不好，要多喝牛奶补钙。哎，等一下，顾总他不能。
味道不错。太好了，那我以后每天都给爸爸倒牛奶。明知道自己乳糖不耐受，还逞什么能啊？这下好了吧？拉了一天肚子，堂堂顾总差点在厕所里办公了。抓不到我，抓不到我！这是我欠他的。过去6年，我对他毫不关心，冷落了他这么久，是我错了。知错能改就是好爸爸。小野其实很渴望你的关注，你现在开始弥补也为时不晚。还有你。啊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拿你工资替你办事的保姆而已。保姆？那就不是了。爸爸，我7岁生日快到了，你打算送什么礼物呀？没关系的，爸爸，你要是忙工作就去忙吧，反正还有之眼妈妈陪我。今年我会陪你过，也会送你一份你最想要的生日礼物。真的吗，爸爸？你没有骗我，是什么礼物呀？我找到你的亲生妈妈了。他要回来了吗？可是爸爸，你不是一直很讨厌他吗？亲生妈妈要回来了，那我这个保姆是不是就要被扫地出门了？小野，这是好事儿啊！你的亲生妈妈终于要回到你身边了，别人对你再好，也比不上亲妈的血脉亲情啊。不一定，有的亲妈还不如外人。我不管，我不要什么亲妈，我只要你一个妈妈就够了。知意妈妈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傻小子，你还没见到你的亲生妈妈呢，话别说得太早。万一你亲妈比我漂亮，比我还温柔，天天给你买好玩的玩具，到时候你可别打脸啊！不会的，就算她再好我也不要，在我心里你才是最好的。你陪我睡觉，给我做青虫三明治，还会帮我打跑欺负我的坏人，谁也比不上你。好日子这么短暂，真正的顾太太一回来，我这个冒牌货马上就要下岗了。可是我怎么舍得这个满眼都是我的小家伙呢？这个武力值爆屏的女人，感情上却迟钝的生日宴的筹备工作进行的怎么样了？顾总，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弟兄所有小泉名流都已确认出席。您特别吩咐的出生档案和 DNA 鉴定报告，我已经锁在保险箱里，随时可以取用。很好，霍家和陆家那边，请请柬送到了吗？送到了。霍思昂和陆婉婉以为您要迎回另一位神秘太太，正沾沾自喜呢。让他们笑吧，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明天，我要让他们为曾经对知意做过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。知意，6年前你护我周全，6年后的今天，换我来为你遮风挡雨。谁也别想再把你从我身边抢走。妈的，真是见鬼了！没想到那小崽子竟然是顾家的太子爷，怪不得陆之意那个贱人，在他面前跟换了个人似的，底气那么足，连我都敢动手。别生气了，思昂哥哥，气坏了身体不值当。他陆之音再怎么狐假虎威，说到底也只是顾家雇来的下等保姆，还真把自己当豪门阔太了。思昂哥哥，你看，顾家已经把小少爷7岁生日宴的请柬送过来了。我打听到了内部消息，顾叶修明晚要当着全地精名流的面，公开宣布孩子亲生妈妈的身份。
据说他们是6年前因误会分开的，顾总痴情的很，还要在现场当众重新求婚呢。好啊，等那位真正的顾家正主一回来，我倒要看看他陆之义还有什么脸面继续赖在顾家。到时候他被扫地出门，名声尽毁，只能像条丧家之犬一样跪在地上求我们收留。对，到时候我们在宴会上偷偷告诉那位顾太太，就说陆之义死皮赖脸缠着顾总，给儿子灌迷魂汤企图上位。你想啊，哪个女人能容忍这种事？到时候顾太太的怒火足以把她烧成灰烬。好主意，婉婉，还是你聪明。明天我们就穿得风风光光去参加，带上你爸妈，亲眼看着陆之义从云端跌落泥潭，被当成垃圾一样扔出来。陆之义，你不过是我脚下的垫脚石。明天过后，你将在地京永世不得翻身，而我将永远踩在你的头上。许久未见，今晚顾少爷生辰宴真是隆重，承蒙顾总邀约。幸会幸会。哎呦，姐姐，真是没想到啊！今天这种地京最顶级的场合，你竟然也被允许参加。看你这身打扮，礼服该不会是你花1个月工资从地摊上租来的吧？婉婉，你太抬举了，人家可是顾家的小保姆，说不定是死皮赖脸求着主子带她来见世面的。可惜啊，姐姐，你再怎么不择手段小看顾家高层，今天也没机会。顾总今天可是要公开赢回自己真正的太太，等顾夫人正式回归，你这个临时顶替的外人，终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，早晚被扫地出门。怀着孕就安分养胎，嘴比流水线还碎，不怕胎教翻车娇惯孩子。做人留一线，别把没教养当个性。天道好轮回，谁都躲不过。陆之义，婉婉现在怀着孕，是霍家的功臣，你身为姐姐，非要这么刻薄她吗？就是，早知道你性格如此顽劣不堪，当初我们陆家就不该把你找回来。不一定，有的亲妈还不如外人。你们口口声声说养了我3年。可这3年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哼，我们供你吃穿用度，没亏待你半分，你还有什么资格百般挑剔，心存不满？陆婉婉次次栽赃嫁祸，自导自演，摔楼毁皮槽砸摆件，你们从来不分青红皂白，无脑站队，错的永远是我。婚礼伪造流产报告一事，你们手握查证的能力，却选择装瞎，不分黑白，逼我离开，纵容他顶替我的一切。爸妈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们。说到底，你们从来都嫌弃我出身普通，不懂圆滑。你们捧在手心的是陆婉婉，我从头到尾都是外人，是多余的那个。所以你们无条件偏袒纵容，所有脏水，所有过错，都习惯性甩给我。你们从未把我当亲女儿，也从未兑现过当初对我养父许下的承诺。既然偏爱无情，真心不值，那就到此为止。就当你们从未生过我，我也从未来过陆家。闹剧，脱离陆家，没人兜底，没人兜底，你在地京根本寸步难行。死丫头，连个台阶都不给！我今日就顺了你的意，签下断亲协议。他怎么一点都不挽留？难道真的彻底寒心了？好，既然你们执意如此，今日全场宾客为证，我与陆家暂时斩断牵绊。真的敢？难道真是我错了？从现在起，我暂时改姓沈，过往偏见误会暂且清零。我不靠陆家，照样能活出自己的模样。改姓又如何？没了陆家庇护，你孤身一人根本撑不起场面。姐姐，不对，沈小姐，做人还是要懂分寸，知自爱。自己行差踏错，就别怪人揭穿真相。今天是顾家大喜的日子，人人都在庆贺，你非要当众闹事，喧宾夺主，未免太不识大体。我劝你还是体面退场，别等最后被人请出去，丢人又难堪。你不许欺负我之意妈妈，这里没人能赶她走，谁敢找茬就跟谁没完。你就是顾家的小少爷吧？长得真可爱。小少爷，你别被他蒙蔽了呀，他只是临时照顾你的阿姨，你亲妈妈马上就回来了，他就是外人而已。你闭嘴！知人不评人，不知人别乱评，你最没资格说我妈妈。真亲人真心相待，
假亲人只会搬弄是非，你们一家人抱团欺负人，也好意思自称名门长辈？沈之夜，是你教唆孩子无理顶撞长辈，你根本就品行不端！纵容孩童当众失礼顶撞长辈，全无规矩分寸，这般行事只会惹人非议，自取难堪。眼界狭隘，行事冲动，还连累旁人，这般性子终究难成气候。来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误导小少爷、扰乱宴会秩序的女人请出去！你们不许碰她！我看谁敢往前一步，今天我在，谁都别想欺负我妈妈！小少爷，我这是为了你好，别被旁人误导，白白坏了自己的规矩和品行。保安，立刻动手！顾总那边有任何问题，我霍思昂一力承担，无需你们顾虑。把谁轰出去？怎么回事？谁给你们的胆子，在我的地盘肆意妄为？爸爸，他们所有人抱团欺负妈妈，颠倒黑白，乱讲坏话，还要把她赶走。这小少爷护的也太死了，这哪里是普通保姆，分明是放在心尖上的人。顾总，真的是误会啊，是沈小姐主动教唆小少爷顶撞我们，还强行让孩子认她做妈妈。我们只是好心提醒她摆正身份，并没有恶意。是啊，顾总，他早前行事口碑就不好，性子张扬，是非较多，早已和陆家疏远。这样的人留在小少爷身边，确实容易引人非议，不太合适。顾总，是我们家里疏于管教，闹出这般笑话。他性子执拗倔强，不懂圆滑，容易与人起争执，还请您多包涵。是啊，顾总，他心思敏感，爱较真，偶尔容易冲动较劲，近日也是一时糊涂，失了分寸。你们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顾总，太太的高定礼服，全套海洋之心珠宝，专属装造团队已全部就位，随时可梳妆。这是上个月苏府里派出天价的海洋之心套装，顾总居然全套备好送给太太，这宠溺程度简直天花板。顾总这般绝世珍宝，本该留给您归来的原配太太。沈小姐争议缠身，留在现场难免冲撞太太的吉日，您还是尽早把她请出去为好。与其盯着我找茬，天天靠踩别人刷存在感，不如管好你自己。嫉妒使你面目全非，格局太小，注定眼界受限。带沈小姐去休息室更换高定礼服。是，顾总。顾总居然让她穿定制高定礼服，这待遇也太特写了。这气质也太绝了，完全是豪门女主人的气质。不许你过来！求求你，别赶走知意妈妈好不好？爸爸，他真的对我很好，他陪我讲故事，还帮我打跑欺负我的人，他根本不是他们口中说的坏人。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他做我妈妈。这小家伙平时最要强，就算摔得满身是伤，也绝不掉一滴眼泪。今天就为了我，在这么多人面前哭到崩溃。乖宝，别哭了，你一哭，阿姨的心都跟着碎了。顾先生，你别怪小野，他只是从小缺少陪伴，极度缺乏安全感。今天是你家的重要日子，我一个外人确实不该留在这儿，徒增非议，惹人反感。我这就主动离开，绝不扫了大家的兴，冲撞任何人。乖宝，听话，你的亲生妈妈一定是个超级优秀、温柔通透的人，她会把全世界最好的偏爱都给你。别再为我哭了，不值得的。还算你有点自知之明，没身份没背景的人就别硬凑豪门局演什么母子情深，纯属尴尬硬蹭，赶紧走吧。你怎么去哪儿？顾叶修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的太太，小野的亲生母女，从头到尾，一直都是你。爸爸，你说什么？知意阿姨就是我的亲生妈妈？说，她就是你的亲生妈妈，如假包换，从来都是。顾叶修，你别跟我开玩笑了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完全不记得这些事，而且旁人一直对我诸多误解，
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有过孩子。别听旁人的闲言碎语、片面之词，那些都是不值一提的垃圾杂音，不用放在心上。之意，对不起，我之前偷偷用了你和小野的毛发做了亲子鉴定，一直瞒着你，是因为我根本不敢相信，上天会把最珍贵的你们重新送回我身边。6年前的意外事故，让你身心受创，丢失了所有过往记忆。你不记得我，也不记得小野，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。想不起来没关系，不用强迫自己，更不用有任何心理负担。往后余生，我会一点点把缺席的过往、亏欠你的所有补给你。今天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。她是我顾叶修明媒正娶的结发妻子，是顾氏集团唯一正统的女主人，是小野血脉相连、无可替代的亲生母亲。今日，我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，把本该属于她的尊严、荣耀和一切偏爱，连本带利全部还给她。之意，6年前我没能护住你，没能给你一场盛大圆满的婚礼，让你独自受了数不清的委屈与苦难，是我亏欠你太多，对不起。今天，我当着所有人的见证，重新向你求婚。沈之意，我想用尽余生护你周全，爱你入骨，偏爱到底。你愿意再嫁给我一次，给我一个弥补遗憾、好好爱你的机会吗？天哪，这反转直接封神！原来她根本不是什么保姆，是顾总明媒正娶的正牌太太。陆家真是主打一个有眼无珠，放着顶配真千金不珍惜，把心机假千金当快宝，现在纯属自作自受，悔死都活该。妈妈，你快答应爸爸呀！以后我们一家3口永远在一起，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啦！原来他所有的刻意靠近、温柔补偿，从来都不是借口。这个外表清冷克制的男人，早就用他最笨拙、最长久的方式，把我和孩子牢牢护在了他的羽翼之下。顾月修，我现在确实记不起我们的过往，但人的直觉和心从来不会骗人。我选择相信你，也愿意给我们一个全新的未来。谢谢你之意，谢谢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过往的遗憾我无法弥补，但往后余生，我定让你成为全天下最幸运、最被偏爱的人。太棒了，我终于有妈妈了！我最喜欢的之意阿姨，真的是我的亲生妈妈。不可能，全都是假的！你们这就是刻意演出来的场面。她平平无奇，无依无靠，怎么可能是身份尊贵的顾太太？我绝不接受，全部都是假象！顾总，你被她的伪装骗了，她根本配不上顾家主母的位置。顾总被他的外表蒙蔽了双眼，我以霍家嫡子的身份担保，他绝对不可能生下孩子。前段时间的诊断报告清清楚楚写明，他身体受损，终生难以孕育，他怎么可能是顾少爷的生母？这就是一场彻头到尾的骗局！骗局？就凭你们俩，也配站在这里跟我谈骗局？身份是6年前我儿子的出生档案，大家看清楚，产妇信息正是沈之意。天哪，她居然真的顾家守过夜的亲生母亲！6年前，她生完孩子后大出血，在重症监护室昏迷抢救了3天也3夜才清醒过来。也正因为那场生死攸关的抢救，她醒来后失去了记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而她失忆后，你们对她做了什么？你们找到她，把她接回陆家，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弥补她，可结果呢？你们任由她被这个养女栽赃陷害，百般欺辱。这个养女伪造体检报告，在婚礼上当众污蔑她，败坏她的名声。你们作为亲生父母，明明有能力查清楚事情的真相，还她一个清白，可是你们呢？顾爷，你们选择不闻不问，甚至为了讨好霍家，毫不犹豫地将她直接赶出家门，任她流落街头。这就是你们当亲生父母的样子。真以为靠着家族名分就能在地京随意横行，颠倒黑白？不可能！我看到的报告明明是真的，是陆婉婉，是她拿给我的，是她骗我。对，都是陆婉婉。陆婉婉，亏我们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看待，给你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恶毒，栽赃陷害你自己的亲生姐姐？我没有撒谎，那份报告是真的，她就是私生活不检点。孩
还嘴硬，看来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觉得那是真的，那我就给大家看点更有趣的东西。我没有，那份报告是真的。还嘴硬。这20万你先收下，想办法把体检报告结果篡改，做成我想要的版本。事情办妥之后，还会再给你一笔酬谢。背后动手脚，也太恶毒了！在别人的婚礼上故意造谣，妄图抢夺姻缘，原来是你搞的鬼！当初就是轻信了你，我才和他解除婚约，居然从头到尾都在欺骗我！果然是他动的手脚，这也太恶毒了吧！在姐姐的婚礼上污蔑他，就是为了抢她的姻缘，鸠占鹊鳌不说，还赶尽杀绝，心思也太歹毒了。不是的，这是伪造的，这是合成的视频。原来真的是你搞的鬼！就是因为相信了你的鬼话，看了你给我的报告，我才会在婚礼上当众跟他退婚。你竟然敢骗我！你装什么清高？报告是我买的没错，可你早就知情，别想装傻骗干净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敢做不敢认，你当初还嫌弃他出身普通，性子直白，说他根本配不上你，还夸我偷梁换柱的气色高明，刚好顺水推舟甩掉他。现在知道他背靠顾家，怕得罪权贵，就想把所有脏水泼我身上，摘干净自己。霍思昂，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要死大家一起死！知意，你都看到了，这些都是他们两个狼狈为奸干的坏事，和我们陆家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不必解释，当初在婚礼上我就当众说过，所谓的问题报告随时可以现场复查验证。可你们呢，压根不给我半分解释机会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指着我骂赶我走。比起明面上搞小动作的仇人，你们这种打着亲情幌子的帮凶才是真的让人下头，恶心到家了。知意，妈妈当时也是一时气急了，不是故意针对你啊。作为我的亲生父母，你们人脉能力样样不缺，想查真相不过举手之劳，却毫不犹豫选择牺牲我，保全自己。说白了，你们不是被骗，你们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，利益至上，亲情在你们眼里一文不值。你们怕得罪霍家，怕陆家融资泡汤，所以顺水推舟牺牲我，成全别人的好事。谁对陆家有用，你们就偏向谁，唯利是图，趋炎附势，简直刷新我认知底线。我太太说的够清楚，现在轮到我来跟你们好好算账。我在此宣布，从今天起，顾氏集团彻底终止与霍家、陆家的一切合作，所有合作项目即刻全部撤资，终止对接。所有与霍陆两家存在业务往来的企业公司，顾氏集团一律拉入行业黑名单，终生永不合作。我太太这6年来受过的所有委屈，吃过的所有苦头，从今天起，我会一笔一笔连本带利替她全部讨回来。叔父说的对，这种为了利益亲手毁掉亲生家族，压根没有底线，谁敢跟他们合作？明天一早，我们公司直接解除和陆家的所有合同，我们也立刻中断和霍氏的所有物流合作。跟这种不择手段的人做生意，纯属自找麻烦，迟早被拖垮。你涉嫌恶意诽谤、商业行贿，涉案证据完整且确凿。现在，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。四昂哥哥，四昂哥哥，救救我！我不想坐牢，监狱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。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，你看在孩子的份上放过我。这种不择手段、满口谎言的毒妇，肚子里的孩子根本说不清来路，少拿孩子攀扯我，老老实实去监狱反省赎罪。知意，我错了，是我有眼无珠，轻信谗言对你造成伤害，求你手下留情，不要彻底封杀霍氏，我真的承担不起这个后果。霍思昂，当初婚礼退婚，你可是信誓旦旦，扬言要让我在帝京彻底无法立足，身败名裂。风水轮流转，做人留一线是善良，以德报怨是愚蠢。今天我把你当初的狠话原封不动还给你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霍氏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买单了。知意啊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骨肉亲情割舍不断，你高抬贵手帮陆家，往后我们一定改过自新。我从未有过只为利不顾女儿死活的家人。陆先生、江女士，我们已经签署公证断绝关系协议，具备法律效力，从此再无亲情羁绊。我沈知意这辈子只有一位已知的养父沈卫国，他是唯一真心待我的亲人。至于陆家，从今往后你们的生死荣辱都与我毫无瓜葛，再无半点牵扯。
老婆，别让这些糟心败催影响我们的好心情。你先去休息室换身礼服，等会儿我们一起陪儿子切生日蛋糕，好不好？不过数月之前，我还穿着被暴雨淋湿的廉价婚纱，狼狈不堪地蜷缩在公交站台，无人问津。如今，我终于拥有了安稳的依靠，有了满心温暖的家人。哇，妈妈好漂亮，像童话里最尊贵的女王。妈妈快点呀，爸爸在外面等好久，都等急啦。老婆，你好美。我妈妈每天都超级漂亮的，爸爸你以前都不说，是不是眼光太差了？以后每一年的生日，我都要爸爸妈妈陪着我，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绝不分开。我乖孙过7岁生日，这般重要的家宴竟无人告知于我，实在失礼。顾叶修，你如今权势在手，倒是忘了家中还有我这个长辈。那位老爷子传闻里的狠人竟然真的回来了。当年在帝京风头极盛，不是一直在海外休养避世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爸，您怎么会突然回来？怎么，我亲孙子过生辰，我这个当爷爷的回来凑热闹都不行？还是说你怕我回来拆穿你那些小心思？小爷，过来爷爷这儿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走开，我不要过去。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孩子，最基本的尊卑礼数都不懂。既然你教不好，那就我亲自来教他立规矩。爸，我和知意的孩子，我们自己会教育，就不劳您费心插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真以为我千里迢迢回来是跟你商量的？未免太天真了。阿青，出来见见你未来的良人。你好，顾先生，我叫林婉清。爸，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婉清是东南亚矿产集团的千金，妥妥的掌上明珠。这2年我在海外专门为你挑的最合适的伴，论家世，论背景，论人脉，她随便哪一点都比你身边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更配做顾太太的位置。我的妻子，这辈子下辈子只有沈知意一个。您若是来做客喝酒，我好生招待；若是来搅乱我的家庭，恕不奉陪。门在那边，请您自便。顾伯伯，看来顾先生是真的不欢迎我。算了，我不想因为我搞得你们父子失和，我还是自己回国外吧。简直胡闹！他顾叶修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、随意赶人？婉清是我亲自请来的贵客，今天有我在，谁都别想赶你走。管家，立刻收拾2间别墅里最好的客房。从今天起，我和婉清就常住这里。我倒要好好看看这顾家的天到底是谁说了算。住下就住下呗，别墅这么大，空房间一大堆，多2个人还能热闹点。主打一个人气拉满，正好小野平时在家没人陪，林小姐看着这么会来事儿，应该很会哄小孩吧？就是别嫌弃小孩子吵闹就行。妈妈，我才不要跟这个怪怪的阿姨玩，她超假的，我只要妈妈陪就够了。哼，算你识大体。管家，带路收拾房间。知意，你今天为什么要答应让他们住进来？那只老狐狸心思太深，还有林婉清野心满满，这根本就是引狼入室啊！叶修，你先冷静下来。你仔细想想，今天你看到他的那一刻，整个人瞬间紧绷，完全乱了节奏。就连平时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野，今天都吓得拼命往我身后躲。可见你们父子俩以前被他留下的心理阴影有多深。这种心思深沉、擅长暗中算计的人，硬赶他走，只会被他背地里搞小动作，暗中使绊子，主打一个防不胜防。不如把人放在眼皮底下，见招拆招，名牌兑现才好拿捏。他想搞套路，我们夫妻俩接着就是，谁怕谁啊？谢谢你，知意，谢谢你在我最慌乱的时候，无条件站在我这边。
也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陪我扛下这些烂事。谢什么？我们是合法夫妻，统一战线并肩作战可是基本操作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现在麻烦已经找上门了，你也该好好跟我说说过去的所有事情，还有我6年前丢失的记忆，是不是至关重要？是，这些事瞒了你太久，是时候让你知道全部真相了。先看看这些照片，一切答案都在这里。这是我以前是你的贴身保镖。所以6年前我根本不是什么落难千金，一直女扮男装留在你身边当贴身保镖保护你。6年前，顾崇山在海外经商得罪黑势力，对方放话要取我性命。你是他重金招募来的顶级贴身保镖，伪装技术天衣无缝。我和他从头到尾都没发现你的女儿身。我想起来一点碎片记忆，就是你被下药的那晚。我懂了，那晚是我冲进去救了你，后来才有了小野。可那些海外势力为什么要用这么不入流的手段对付你？那晚的一切根本不是海外势力所为，策划这一切的就是顾崇山本人。他是你亲生父亲啊，怎么会用这种手段算计毁掉自己的儿子？这也太离谱了。半年前我拿到 DNA 报告才知道，他根本不是我的亲生父亲。那晚他只是为了拿捏我、控制我，随便找女人送进我房间，想彻底掌控我的人生。是你及时出现，不顾一切救了我。从小到大，他对我只有控制和命令，从来没有半分温情。学马术、击剑摔得满身是伤，他从不关心。考试没满分就把我关进小黑屋进食，主打一个极致打压。我7岁那年雷雨夜，我害怕求他陪我，他却把我赶到暴雨里罚站1整夜，骂我懦弱没用。我高烧3天，差点没挺过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就逼着自己戒掉所有情绪，做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。原来如此，原来这就是全部真相。难怪小野那么怕打雷，就算吓得躲进柜子里发抖，也从来不敢出声求助。你小时候从来没人哄你疼你，没人教你怎么爱人，所以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温柔对待小野，对不对？这真的不怪你。不是的，根本不是这样，是我对不起小野，只因我就是个不合格的爸爸，我亏欠他太多。别什么错都往自己身上揽，你不用独自扛下所有。到底还发生了什么？慢慢告诉我。我一直误以为小野是当年顾崇山安排的那个陌生女人的孩子，我一直觉得她是顾崇山强行扣在我身上的耻辱烙印，是用来拿捏我的工具。就因为这个荒唐的误会，我整整厌恶他，冷落了他6年。是我亲手推开了我的孩子，我真的太蠢了。顾崇山居然特意安排了别的女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6年前那晚过后，我醒来你就彻底消失了。没过多久，顾崇山就抱着襁褓里的小野扔到我面前，还威胁我说这是我的血脉，我不认也得认。所以你是出于血缘责任收下了小野，可你打心里觉得它是一场刻意算计的产物。这6年，你硬是狠心没给过他半点父爱，是这样吗？没错，我甚至连多看他一眼都做不到。他越是小心翼翼讨好我，渴望我的关注，我就越笃定他是顾崇山派来监视我的棋子。可半年前，我派人顺着线索深挖，终于查清了所有真相。当年帮我解毒、救我于水火的人，根本不是什么陌生女人，从头到尾都是你。之一，你根本不知道我得知真相时有多五味杂陈。我没有被算计玷污，小野也不是什么耻辱，他是我们俩的孩子，是你冒着毁掉清白的风险，拼尽全力救下的我。当年顾崇山查到你怀了我的孩子后，立刻摸清了你的底细，居然拿你养父沈卫国的性命要挟，硬生生逼你留下生下小野。所以
你就冷暴力他6年，忽视他6年，把好好的孩子养成浑身是刺、缺爱敏感的小可怜。就算你当初误以为他是仇人的孩子，可他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。顾叶修，你半年前就查清了我的身份真相，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来找我？为什么眼睁睁看着我在陆家受委屈，被贾千锦陷害，全程冷眼旁观？主打一个眼睁睁看我挨欺负是吗？知意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怎么可能不想立刻去找你？那时候你刚被陆家认回，还高调灌了和霍思航的婚约，我恨不得立刻冲去陆家把你抢回来。可你失忆了，你完完全全不记得我了。我怕我贸然出现会被你当成疯子，更怕打草惊蛇，让顾重山发现你的下落，对你和小野下手。我赌不起，也不敢赌，所以我只能强行施压下所有思念和冲动，默默蛰伏隐忍，一边好好弥补小野，陪伴他长大，一边派人24小时暗中保护你，护你周全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陆家和霍家这么欺软怕硬，听信陆婉婉的谗言，在定天礼上当众羞辱你，把你赶出家门，真的太过分了。我当时一半气的想直接出手让霍思航陆家彻底翻车，另一半居然有点庆幸我终于有光明正大的理由把你接回我身边。所以我特意让人在你必经的街头挂出天价保姆招聘广告，还用小野最害怕的蜘蛛当考题，就是为了精准吸引让你顺理成章回家。所以当初的一切根本不是巧合，从头到尾都是你精心布好的局，只为了让我回到你和小野身边。是，所有巧合全是我的刻意为之，我布下所有局只为等你回家。这半年我一直在暗中搜集陆霍两家的黑料，就是想替你报仇，扫清所有障碍，让你以后毫无后顾之忧。所以你从一开始就打算在小野7岁生日宴上当众揭开所有真相，一边替我反击陆家、霍家，替我报仇，一边拿着戒指重新向我求婚。知野，我真的特别开心你和小野相处得这么好，果然母子连心，你们的羁绊是谁都拆不散的。我真的等不及了，我想和你彻底重新开始，想光明正大让你做顾太太。以前我欠你的、欠小野的，我用一辈子慢慢弥补，绝不敷衍。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好不好？其实这些事也不能全怪你，你也是顾重山阴谋里的受害者。这些年你一个人扛下了太多委屈和痛苦，当年救你也是我心甘情愿的选择。而且以我从小练武的身手，当年你中药虚弱的状态，想强迫我根本不现实，完全没机会。知野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原谅我，愿意留在我身边，和我们一起？不是原谅，是我选择和你重新开始。过去的错不在你，以后不管前路多难，我都陪你一起扛，一起面对。顾重山根本不是你的亲生父亲，还处心积虑拆散我们一家3口，拿捏你的人生。他欠我们的所有债，我们连本带利，一一清算，主打一个有仇必报。谢谢你，知野，有你在，我什么都不怕了。林小姐这么擅长对别人的男人投怀送抱，顾老爷子昨天还夸你是高知大家闺秀，我今天一看，倒像是没见过男人的样子，未免太掉价了。你这个粗鄙无礼的女人，一点规矩都没有！小野，看阿姨给你买了什么好玩的？超级酷的变形金刚，让阿姨陪你一起玩好不好呀？这些破烂玩具，我爸爸随时能给我买一卡车，根本不稀罕。还有，你能带我爬树吗？能教我正宗少林功夫吗？只会玩玩具也太无聊了。这，阿姨可以教你弹钢琴呀，高雅又体面，比爬树练武有意思多了。可是我就喜欢玩这个呀，它超乖的，你要不要伸手摸摸看？够了！简直是胡闹！婉清是我亲自请来的贵客，你们就是这般待客的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爸，客人是您执意要请来的，理应由您亲自招待。我们一家人正常相处，不惹事也不怕事，就不劳您多管闲事了。你这个逆子，妥妥被这个女人灌了迷魂汤，彻底分不清是非对错了。
老婆，小野，我们走，别让无关中人扫了我们一家人的兴致。顾伯伯，这都好几天了，叶修哥哥和那个小野压根不搭理我，沈之意还处处针对我，根本不给我半点面子。他们马上就要举办婚礼了，沈之意真的要坐稳顾太太的位置了。我这几天的努力完全白费，主打一个无效付出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啊？慌什么？沉住气，一点小事就乱了阵脚，难成大器。你记住，我认准的顾家儿媳妇，从来只有你一个。沈之意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没背景，没根基，她根本不配踏进顾家大门。可叶修哥哥完全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眼里心里全是他，连您的面子都敢不给，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由不得他任性，我拿捏他这么多年，最清楚他的软肋。我有的是办法让沈之言主动知难而退，乖乖给你腾位置。这几天你安分一点，别再主动找不痛快，触他们的眉头。沉住气看戏，接下来交给我来操作就行。少爷，少夫人，老爷子最近状态格外反常，这几天每天下午都闭门待在书房会客，每次一谈就是3、4个小时，从不间断。都见了些什么人？底细查清楚了吗？有好几位是顾氏集团的老牌股东，还有几名资深职业律师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个从东南亚专程飞过来的生面孔，看着气场阴厉，绝对不是善茬。看来你这位好叔叔是彻底憋不住了，拉拢老股东稳固股权，找律师铺垫后手，还外借外援，摆明了想在我们婚礼上搞事情，当众逼宫夺权，主打一个蓄谋已久。他隐忍蛰伏这么多年，终于舍得露出狐狸尾巴了。不过不管他耍什么花招，憋什么坏病，都别想打乱我们的婚礼节奏。放心，老婆，所有局势都局在我的掌控之内。他既然费尽心思搭台演戏，那我们就好好配合，看看到底谁最后翻车下不来台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下午好。今天我们齐聚帝京之巅，共同见证顾叶修先生与沈之意女士的世纪婚礼。此刻良辰美景，吉时临时已到，有请新郎新娘缓缓入场。顾叶琛先生，这封面这位美丽动人的沈之意女士为妻，无论疾病还是健康，贫穷还是富有，一生相守，不离不弃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现场冒出来2个穿婚纱的女人？太离谱了吧！这白裙女人是邻家千金啊！顾老爷子这操作主打一个平地搞事啊！叶修，今天这场婚礼的新娘，我绝不认可。婉晴才是我亲自为你挑选、名正言顺的顾太太，今天你必须娶她。我的新娘从头到尾就只有之意一个，你的认可与否，对我而言一文无值，根本不重要。好得很，翅膀彻底硬了，现在敢公然跟我对着干了是吧？顾总，别怪我们这些老家伙不给你留面子，老爷子手握顾氏35%绝对控管权，还有我们全员股东鼎力支持。你非要执意娶这个毫无背景的女人，我们董事会有权当场罢免你的总裁职位。叶修，你是聪明人，该懂怎么选。娶婉晴，顾氏总裁的位置，已经首富的名头，照样是你的。执迷不悟，非要娶她，你就没资格做我顾崇山的后辈，没资格做顾氏总裁的位置，立刻给我滚出顾家！你的后辈，顾崇山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真的不慌吗？混账东西，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公然以下犯上！我胡说？顾崇山，不对，我该叫你一声亲叔叔。29年前你做的那些龌龊恶事，难道全都忘干净了？你彻底疯了！来人，赶紧把他按住，堵住他的嘴，送进精神病院！妈妈超帅！妈妈加油！
你果然怕了，你彻底心虚了。今天我当着全场所有人的面，揭穿你当年丧尽天良的所作所为。是顾崇山指使我做的。29年前，他让我在他亲大哥的车上扎破刹车油管，等刹车油漏尽，车子就会失控冲出悬崖。事后他给了我100万封口费，让我彻底消失。我拿钱跑路，遇上海南，被鲨鱼咬掉双腿。这些年日日活在愧疚里。今天我只想说出真相赎罪。假的，全是假的，他在撒谎，这是你们刻意找人伪造证据诬陷我。这是当年作案的针管，上面留存着你的指纹，还有这张亲笔签名的支票存支，都是铁证。你还敢说视频是伪造的？就凭这些破旧物质想定我的罪，全是你刻意伪造出来栽赃我的，休想冤枉我！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，一味狡辩，那我就让所有人看清，你这头逼着人皮的恶狼到底藏了多少龌龊。顾伯伯，您对叶修哥哥一向严格，就不怕他心里记恨你吗？哼，记恨我？他该庆幸我当年手下留情，没让他跟他爸妈一起葬身悬崖。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辩解？我真后悔当年没把他一并除掉。没错，他爸妈就是我害死，谁让老爷子偏心我大哥？我天生无法生育，才勉强留他一条命。这么多年，他不过是我操控顾家的傀儡罢了。顾崇山，你涉嫌29年前故意雇凶杀人，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，立刻带走。顾总，我们都是被顾崇山这个恶人蒙蔽了双眼，从今往后，我们绝对忠心不二，誓死追随你。顾先生，沈小姐，对不起，我和我父亲都是被顾崇山欺骗了，我再也不敢痴心妄想了，恳请你们原谅。老婆，对不起，好好的婚礼被搅得一团糟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没事的，不用愧疚，能帮你查清所有真相，替叔叔阿姨讨回公道，比一场形式婚礼重要太多。婚礼可以补办，但真相和正义一刻都不能等。妈，儿子来看你们了。对不起，让你们蒙冤近30年。今天我终于查清所有真相，凶手已经伏法，你们可以彻底安息了。爷爷奶奶好，我叫顾野，是你们的孙子，我来看你们了。爸妈，我是沈之意，你们的儿媳妇。这么多年，你们的儿子孙子受了太多委屈，从今往后有我在，这个家再也不会有人受欺负。我会拼尽全力守护好他们。